好，回到節目來看，美國股市在周五出現了大幅下挫的格局啊，道瓊工業指數呢是下跌695.15點哦，跌了1.35%。標普500下跌2.64%，那麼科技為主的 Nasdaq 指數呢下跌4.18%啊，創下2025年初以來啊這個關稅風波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費半指數也是重挫了超過10%。那麼受到美股重挫的影響呢，台指期夜盤也大跌了3006點，跌幅是6.65%。所以呢，大家也很在關注跟擔憂的是，下周一開盤台股會不會面臨沉重的賣壓？有一個最新數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啊，這個5月份的非農就業指數啊，就是新增了17.2萬人，是高於市場預期的。失業率持平在4.3%，強勁的就業數據呢，也讓市場對於聯準會最近這個降息的預期降溫啊，當然也帶動美債的殖利率攀升。好，所以提到了這個聯準會，現在大家最關注的就是降息升息與否哈。這個降息的幾率真的是越來越渺茫嗎？甚至還可能會升息啊？這個的確，這個非農就業人口增加了17萬人哦，本來對這個資本市場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因為你就業人口增加，表示美國經濟還很活絡，那本來預期9月份要降息的這個希望就落空了。那既然降息落空的話，表示 AI 這些投資資本市場的成本就會增加了，是，所以就引起這些股民的疑慮，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就是因為 AI 股的漲幅實在已經過高了，它的本益比也過高，它的估值也很高。當然，我們知道 AI 或許都是有它的實體成長。不管這些 GSP 業者，他們都賺錢，而且都賺得很錢，都是實質的，不是虛的。但是雖然你漲了，你漲的可是未來5年、10年的這個這個成長，但是你現在並沒有賺這麼多，所以那個過熱訊號有看得到。對，所以他就說，這個大家質疑，就說你這些公司到底你投資了這麼多，像我們剛剛講4大 CFP 投資6500億美金，你能不能賺得回來？大家質疑。那第三個就是有2個指標股，就是 Broadcom 博通還有美光，他們這2天呢，博通跌了17%，美光跌了20%，這2個都是非常重要的指標股，那就整個把他們的整個帶下來。覺得這個我們接下來要注意的警訊是什麼？警訊，禮拜一台灣的股市開盤是一個最重要的訊息，因為我們的期指跌到3006點。那禮拜一看誰就看台積電。如果台積電的跌幅沒有超過5% 的話，那表示這只是 AI 股的短期的一個回檔現象。我們還可以去比較健康的來看。如果台積電跌幅超過5%、6% 的話，那表示這個效應還會持續擴大。那當然，我們台股會跟着美股聯動。當美國的這些科技股都狂跌的時候，我們相信台股就不會太樂觀了。要關注哈，對，要持續觀察它的發展。好，那其實台灣現在也很關心的，就是說跟關稅相關，因為最近又來了哈，就是說這個川普裡面常常在強調他最喜歡的其中一個字就是 tariff 關稅。那現在呢，這個關稅有一個最新進展呢，就是美國貿易代表 Grio 他表示，美國將會遵守跟歐盟、日本還有台灣這些貿易夥伴所達成的關稅上限協議。儘管呢，最近美國以強迫勞動還有產能過剩這些問題作為理由，那依據301條款對多個國家展開新一輪的關稅調查，但也不會推翻既有的貿易安排。大陸的微信公眾號中國貿促就發布消息啊，對於中國大陸跟香港也被列入適用12.5%稅率的經濟體名單當中，表示說呢，美方以關稅手段進行政策施壓，具有明顯單邊主義跟保護主義的色彩，差異化稅率安排也明顯違反非歧視原則。中國工商界對此表達強烈的不滿與堅決反對。所以看來川習會之後，中美關係雖然有和緩，可是後續還有很多的戲碼要上演啊。劉老師啊，您看目前美方在做法上面，一方面是有意要緩和這個市場對於美國可能會提高盟友關稅的疑慮，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拿這個301條款出來啊，對於中國大陸累積新一批的談判籌碼，301真的這麼好用？對，301是很好用，是很好用，因為301本來它就是一個談判筹碼啊。有的時候就國際政治經濟來講，比如我301完以後，那有些國家他答應的跟我簽訂，假如我是美國啊，他跟我簽了一些貿易協議，但這個協議他並沒有認真去執行啊，或者並沒有把它入法。
啊，於是他說，哎，你要把它 codify， 要把它變成法條化，要真正執行。你看301對我們，所以我們現在趕快要用法律上要規範，是不是強制勞工的或上面不讓他進來嘛？對吧？我們就是受壓力之下啊。那你看，那麼當然格里爾是講說，那我們跟你們以前達成的協議的這個稅率是不會變的，你放心啊。他說 a deal is a deal 啊，那簽了就簽了。可是問題是，他還有很多方法。不改變的稅率，它可以對你施加壓力。比如說232啊，232裡面它哪些東西包括在232裡面，它可以調啊。它沒有改變跟你談的對等關稅稅率，但是它把原來不在232裡面，把你放在232裡面，對不對？那還有很多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啊，它還有別的方法可以整你。或者他可以講說，哎，比如你下一輪在談判的時候，他可以累積下一次談判的一個籌碼，將來一個累積相罵本嘛，或至少可以罵你嘛，對不對？所以他起碼不管在道德上或者在經濟上，他總有辦法調查。然後呢，他調查以後怎麼執行？調查要花多少時間？永遠這個壓力懸在你頭上，讓你於是你不希望他真的怎麼樣施加壓力，你必須在別的地方做些讓步。這是美國非常常用的。有看到也非常好用的一個談判的一個工具。301好用，但是他看起来最近用這個301也小心翼翼的。對，當然他也當然也怕。你看這個關稅一來了以後啊，關稅一來以後影響到美國很多經濟嘛，美國經濟，所以那個Financial Times才講說，緬因州那些種龍蝦的那些人本來挺川普，但是後來不行的話，那麼我可能不支持川普了，因為什麼那些都貴了，對不對？所以我們創個名字叫龍蝦造反嘛。OK， 就是這樣子。對，因為在這個習川會之後哈，其實看到這場會議呢之後有一個結論，當然就是美國貿易代表署哈，也啟動了美中貿易委員會這個公眾意見徵詢程序哈，這是在習川會之後同意要成立的這個雙方的貿易委員會，現在要準備正式啟動。那美國貿易代表署也表示呢，目前是在針對特定類型的非敏感產品進行意見的徵求，那截止日期是7月10號這一天。川普的關稅政策導致通膨，根據 Morgan Stanley 的最新的研究指出呢， Walmart 正在透過壓低雜貨售價，把雜貨通膨力壓在整體食品在家消費的 CPI 之下，希望呢為家庭日常支出提供短期的緩解方案。那他們也發現呢，像 Walmart 這些龍頭零售商的價格行為呢，已經在宏觀資料層面發揮了降溫的效果哈。那如果關稅的影響真的是像估算的不斷的往上攀升的話呢，通膨主動壓力的一大來源將會減弱，整體通膨的走勢對於政策制定者還有市場來說呢，是一個正面的訊號。還有一個 Costco 的執行長呢也計劃了，打算要把先前轉嫁給會員的關稅成本，現在要返還給消費者。不但如此，也看到川普政府呢在上周。對不起，是這個禮拜哈提起上訴，挑戰法官要求美國海關向所有進口商退還大約是1660億美元關稅的裁定。那最高法院呢是在今年2月以6-3裁定了，說川普援引的 IEEPA 課徵這個全球關稅的做法是違法的。所以莊老師，我們看到沃爾瑪的定價策略調整到現在，川普他還是強力對抗法院的退款判決啊。關稅真的很好用，對他來講是一個強而有力的政策工具，但是會不會也到了一個利空出盡要反彈的地步呢？是的，這個我會說完美演示了美國三權分立、國會、立法這個立法、司法跟行政 check and balance 的一個態勢哈。美國媒體有一個很傳神的描述，就是川普專門打別人天靈蓋的狼牙棒被沒收了。好，也就是說被國會沒收了。好，那對企業來講，這是一個利好，這是一個利多哈，因為剛剛講1660億美元，不管是退給消費者，還是作為未來更彈性的一個定價策略，都是好事。但是呢，我們必須說了哈，儘管有這種現金流大補丸，但是是不是利空出盡呢？倒也未必，因為剛剛如我們剛剛討論了嘛，美國貿易法規裡面還有不少是總統可以單邊來這個實施制裁或報復的，像剛剛講的301、特別301等等。好，更何況川普政府呢，也在本周會提起上訴。所以說未來好戏如何，還有待觀察。OK， 金哥覺得。我想大家永遠要記得，政治的指控不需要證據，帝國主義跟你這個打交道也從來不講任何理由。美國立法之中有很多很多單邊主義，301、232有這麼多的條款，
但是並不代表他使用這些條款只有其利而未有其弊。所以呢，他也必須要權衡，他這樣做完之後，究竟對美國社會安定啊，以及民生啊，會造成哪些的衝擊？不要忘記，對於川普而言，最重要是如何撐過期中選舉，一切就是票。所以所有的政策呢，他今天在那邊翻雲覆雨啊，對象看起來是對着其他國家，但真正的目的是安撫群眾，爭取。